在视频开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从 iPhone X 开始，这几代 iPhone 机型整体上来说，大家觉得哪一代最香呢？可以走一波弹幕。iPhone 12系列发布的时候，大家都在说下一代13香可以等一等。现在回过头去看王守义这句话，确实是诚不我下。因为去年 iPhone 13系列确实是香了一整年这其中呢有 iPhone 自身的产品优势，同时呢也有整个手机上大环境烘托的关系。比如说 iPhone 13系列上市这一年时间里安卓阵营呢刚好是888+1火龙肆虐。很多旗舰机虽然说外围规格堆料挺稳什么2K 屏大底相机高速快充等等，但是因为核心 SoC 太拉垮，日常使用呢动不动锁针发热、续航尿崩，体验呢都是比较糟糕的。所以去年一整年呢 A15 对于安卓阵营来说确实是降维打击，这也是为啥今年618期间 iPhone 13的销量吊打所有安卓旗舰的原因但今年 iPhone 14系列发布之后，这个标准版确实是怎么看都是索然无味且枯燥。从 iPhone 11到 iPhone 12，去掉了航母边框，828P LCD 变成了 Pro 同分辨率的 OLED 屏幕，4G 变5G，处理器升级，整机呢更加轻薄。12到13外观小改，但 A15 加持之后，无论是日常的发热、游戏性能表现，还是5G 网络下的续航，都有不少提升。而今年13到14呢，除了增加2GB 内存，外观呢基本是没啥变化。处理器美其名曰满血 A15，但实际上呢 ，iPhone 13系列上的满血 A15和残血 A15体验上呢也没啥差别。而能够直观提升使用体验的高刷新率，今年14标准版依然还是60赫兹。怎么说呢？确实是一款挺无聊、挤牙膏的产品。所以今年14系列的焦点自然而然也就变成了14 Pro 系列这点从上市之后整体的销量也能看出来。标准版基本是不缺货，随便买但 Pro 版目前官网下单依然是要等挺久。和往年一样，今年14 Pro 系列呢依然是3+1的配色，黑色、银色、金色3个基础色，外加一个暗紫色但相比去年广受好评的远分蓝，今年暗紫色从目前大家的反馈来看呢，确实差点意思。因为多数光线环境下，它的颜色呢是属于紫的发黑只有在部分光照环境下看起来呢还行。比如大米之前帮朋友订了一台14 Pro 紫色，结果朋友拿回去拆开之后丢了一张实拍图，问是不是拿错货了有点尴尬。所以今年的紫色大家满分10分能打几分呢就我个人来说，去年远分蓝可以给到9分，今年的紫色呢就只能给到6.5分了。另外还有一点呢需要注意，根据目前网上的反馈来看，14 Pro 的紫色和黑色后盖耐刮度呢貌似不太好。我们手上这台呢也没有磕碰，就正常带套使用买来没几天呢就出现了一个类似轻微磨损的小痕迹。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小伙伴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今年14 Pro 系让我自己选的话，肯定还是银色 YYDS 无论是带壳后的颜色效果，还是裸机状态下的整体质感，都是比较精致耐看的类型说到这里呢，估计有小伙伴要说了，那我不买紫色，怎么体现我买的是最新款 iPhone 呢？但换个角度来说，如果明年你不换机的话，紫色一看就知道是老款 iPhone 了，而这个银色呢依然是百搭色。不过说到百搭色呢，就不得不说大米精选配件推出的 iPhone 13、14系列撞色肤感磁吸风暴壳了，多种配色随心搭配 ，TPU 软包边独立金属按键，按键操作更加舒服，磨砂 PC 背板类肤手感，防手汗指纹，同时呢还集成了磁吸圈 ，MagSafe 磁吸充电，各种磁吸配件呢都可以牢牢吸附。同时呢还有 iPhone 14系列3D 丝滑钢化膜，0.33毫米的高铝硅基材配合电镀涂层，无论是吃鸡还是王者都能够持久升华。从 iPhone X 开始，苹果的 Face ID 大刘海整整用了5年时间虽然说 iPhone 13系列14标准版是缩小版刘海，但本质呢还是原来那套。到了14 Pro 上，屏幕形态终于是迎来了变化，灵动岛设计。这个设计出来之后，大家对它的评价可以说是两极分化有人觉得这个 UI 创新很好也有人觉得纯属是史上雕花。那么大家怎么看呢？可以把你的答案打在公屏上。硬件上来说呢，其实14 Pro 系列上的大药丸是通过软件方式联通的，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一整块黑色药丸。在反光或者说阳光照射场景下，还是能够清晰看到 Face ID 组件和前置摄像头的感套排列的。而且呢，大挖槽本身相比刘海大米觉得其实谈不上谁更先进，尤其是白底画面下，大挖槽看起来反而会更加碍眼，因为挖槽实际的位置要比刘海更加靠下，会侵占更多的显示内容。看18:9视频时呢，左侧会出现一个小刘海。微博虽然说不会遮挡显示内容，但总感觉顶部这块文字布局比较拥挤。灵动岛之所以受到这么多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呢，还是这一次动效很给力比如说应用上岛时会有一个模糊动画效果，岛上有2个任务时，产后呢还会有一个细腻的水滴融合效果，整个交互动画确实非常 Q 弹丝滑，非常优雅试问谁不喜欢优雅呢？功能上，灵动岛的主要作用呢是将部分后台任务的信息进行前台化比如说在播放视频、倒计时计数、地图导航等场景 ，App 上滑回到桌面之后就会直接登岛，导航可以显示指示方向，
倒计时可以显示数字，音乐呢可以显示封面啊。如果有多个应用上岛，那么灵动岛还可以拆分一个大岛和一个小岛，同时显示2个应用的状态信息。点击呢可以直接进入，长按呢可以呼出小卡片进行更多操作。相机、麦克风、定位等权限被使用的提示，也从之前刘海的右侧挪到了感叹号中间，有点像个小呼吸灯。另外，之前视频提到的部分软件显示兼容问题，目前呢基本也解决了。但有一说一啊，体验上依然存在一些割裂感啊。比如说第三方音乐 App， 只要占用的是系统媒体播放接口，基本是可以直接上岛的。返回桌面时，除了有一个上岛动画，同时呢也会有封面和律动效果。点击灵动岛则是回到 App 主界面。而视频类 App 就各不相同了啊，同样是关闭浮窗播放 ，B 站呢可以稳定上岛啊，形成封面和律动效果。但有的视频 App 切回到桌面是不会上岛的，甚至有些视频 App 同一个视频播放，有时候呢可以生成封面，有时候呢又不行。点击灵动岛也不会有任何跳转动作。自带导航呢可以显示导航指向，但是第三方导航是没有上岛动画的，而且只会显示导航的图标，没有具体的导航指向图标。理想状态下，这个灵动岛应该是打车软件上岛之后，可以左边显示车牌号后3位，右边呢显示距离信息，这样打车的时候基本就不用盯着地图看了。外卖软件上岛之后呢，可以把送达时间或者距离信息放上去。王者荣耀可以像 ColorOS 闪回键那样，上岛之后呢显示复活倒计时。游戏更新时切换到后台，可以在岛上显示更新进度条等等。但我们能够想到的这些实用功能啊，灵动岛都没有实现，后续会不会适配还不好说。但结合不调好不发布这些画大饼的猜测呢，我们就姑且当它没有吧。另外，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啊，这个灵动岛也存在一些过度设计的地方啊，比如说横屏打游戏来电，之前呢是直接从顶部出现一个横幅通话按钮，但现在呢则是从大摇丸部分出现一个动画通知。很多面部支付界面的动画是从大摇丸里面放大一个黑色解锁图标啊，看着呢反而不如原来动画来的舒服。总结一下灵动岛这个设计啊，大米觉得可以从2方面来说啊。首先，这个大挖草对于显示内容的影响要比刘海呢更加明显，会侵占更多的显示内容。苹果呢通过软件的方式赋予了这个大摇丸更多功能属性，再配合丝滑优雅的动画，确实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大摇丸本身的突兀感。如果说后续有大量第三方软件适配啊，比如说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些，那么它的实用性应该还是不错的。但现阶段来说，完美适配的也就音乐类 App 啊，外加自带一些应用功能，比如说充电的动画、耳机连接的动画这些。其他第三方应用上岛之后展现的信息呢，实用性都很低啊，体验呢也存在一些割裂感。目前最大的作用依然是让大家一眼认出这是最新款 iPhone。在 iOS 16的体验视频里，我们预测过，新的锁屏界面基本就是为了 iPhone 14 Pro 上息屏显示准备的，并且呢，息屏显示的逻辑也会和 Apple Watch 类似啊。结果呢，还真是这样。iPhone 14 Pro 的息屏界面除了整体亮度、色调变暗之外，其他呢和正常锁屏界面一模一样，时间、通知、听歌的专辑封面、歌词都可以继续更新。而且它的息屏亮度呢也会跟随环境光随时调整啊。刚开始用的时候，很多场景乍一看啊，确实有点分不太清到底是息屏状态还是亮屏状态。如果平时放在阳光照射的窗户边上或者说车里，整个息屏显示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亮度，耗电呢会进一步增加。在光线暗的环境下，息屏显示呢会逐步变暗，但不会灭屏。有时候手机随手放在床边睡着了，半夜迷迷糊糊看到这块亮着的屏幕啊，会有点不舒服。目前测试下来，放在口袋里呢会完全息屏啊。解决方法呢是睡觉时打开睡眠模式，或者说配合健康中的作息，设定睡眠和起床时间，这样就能在睡觉的时间真正熄灭屏幕了。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 ？iPhone 14 Pro 上的这个息屏显示逻辑啊，其实和安卓阵营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安卓这边呢是点亮少部分像素，常亮显示时间、电量、个性化文字这些简单的信息。息屏一套 UI， 锁屏一套 UI， 桌面一套 UI。息屏界面并不能持续更新太多信息内容，而 iPhone 的这个息屏呢更符合常亮显示的概念啊，所以说设置里面呢叫做始终显示，利用1赫兹刷新率，再加上各种协处理器，把息屏状态下的所有交互逻辑、内容展示做得和锁屏界面呢一致。平时放在无线充电支架上，可以随时随地更无感的查看所有消息。另外呢，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息屏之后底部的小横条依然是激活状态啊，不用点亮屏幕也能直接上滑解锁。只不过速度呢，相比亮屏状态会略慢一丢丢。所以啊，论先进程度，大米觉得 iOS 16这个息屏呢确实要更强。但确实呢，也有部分网友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息屏显示效果，还是更喜欢安卓这种。那么2种完全不一样的设计思路，大家更喜欢哪一个呢？可以走一波弹幕。iOS 16其他方面的体验，大家可以参考我们之前那期视频啊。总的来说呢，对比 iOS 15呢进步不大，主要呢还是基于 A 系列处理器做了更多 AI 特性上的功能增强啊，比如说相册抠图啊、实时视频转移啊等等。不过在 iOS 16正式版更新之后，锁屏界面的小组件配合第三方 App 一起使用，实用性确实是大大提升啊。
比如说息屏状态下双击健康码，配合 Face ID 无感解锁，可以说是目前手机上最快展示健康码的操作了。当然，你也可以在锁屏界面添加扫一扫，或者说付款码之类真的是挺好用的。之前我们吐槽过 iOS 16的一些功能不足点，正式版 iOS 16呢，基本也是一个美感比如说从屏幕左侧向内滑动的返回手势，在小屏机型上呢还行但是现在 Pro Max 都有 6.7英寸的屏幕了，而且还是垂直中框大板砖，很多应用呢只能靠双手来进行返回操作。另外像文件管理双开应用通话录音长截屏等等，还是老样子，要么呢是没有，要么呢是不好用。所以说 iOS 的优点缺点依然还是那些，优势部分很强，但缺失部分呢是一点都不愿意改去年 iOS 15在公测版阶段可用度呢就很高了，而这次 iOS 16稳定性表现就不太行。网上呢也有很多反馈各种 bug 的，大米自己呢也遇到过几个比如说相册界面会卡死，锁屏界面莫名缩到了一角在更新了最新版 16.0.2 之后稍微好了些。那么大家对于明年的 iOS 17有什么期待的功能改进，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相机硬件上，14 Pro 系列主摄规格进一步提升，4800万像素，1.3分之英寸底，有传感器防抖，光圈呢是 f1.78，超广角的底也进一步变大，长焦呢还是3倍，光圈 f2.8，这是光学防抖。主摄日常拍照依然是4合1之后的1200万像素，但是2倍模式下，传感器呢可以利用高像素裁切模式，得到一个解析力相对不错的2倍数码裁切，对比同为1200万像素主摄裁切的13 Pro 14提升的还是挺明显的。不过今年14和13 Pro 主摄的2倍，算法上还是会有些区别的。14的2倍有点类似于 AI 猜细节，线条轮廓细节其实会比13 Pro 看起来更加清晰一些，但遇到文字笔画看起来会有点歪歪扭扭。2倍数码变焦基于主摄高像素裁切不少大底安卓旗舰呢也在用确实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解析力提升。14 Pro 这个2倍相比1英寸大底5000万像素裁切的12S Ultra， 整体画质表现呢还是要差一些的。白天日常拍摄的动态范围上，13 Pro、14、14 Pro 这3台机子表现呢还算不错，色彩、成像风格呢也非常接近，去镜框画质很好，所见即所得，并且拍摄画面的主体通常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曝光。12S Ultra 部分场景的拍摄主体曝光呢会有些偏暗。但是到了一些明暗反差比较大的大光比场景，3台 iPhone 的表现也基本是一样，高光部分呢压不太下来。当然，其实白天大部分场景呢还行主要还是夜景环节虽然说几台 iPhone 画面的亮度降噪表现不错，但只要一到灯箱比较多的城市夜景，高光部分就容易出现过曝。这个情况其实从 iPhone 11系列一直延续到了今年 iPhone 14系列上，给我的感觉就是 iPhone 的相机硬件规格这2年是节节攀升。但是夜景算法这一块可以说是稳如老狗基本是没怎么变过。更换更大的传感器也只是为了稍微缩短一下夜景成像的等待时间。Deep Fusion 导致的劣化过渡问题，在这一代相机上依然是没有得到改善。在拍摄一些毛绒玩具或者草坪植物样张时，依然能够看到比较明显的锐化痕迹，尤其是夜景模式下，锐化痕迹看起来会更加明显。比如说这组草坪样张 ，iPhone 放大看的话，就明显有些锐化泛白现象。眩光鬼影方面，14和13 Pro 基本一致，14 Pro 的鬼影呢相对淡一些，但也比常规安卓旗舰的要更加明显。锐化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开启4800万像素的 Pro RAW。不得不说，苹果的这个4800万像素解析力上确实做得很不错，对比5000万像素模式的12S Ultra， 细节上呢反而要更好。RAW 格式呢也会有更大的后期空间，缺点呢是成像等待时间有些长，拍摄一张呢大概要等到3到4秒时间，而且一张照片动辄60到80兆左右对于手机的存储空间也会比较压力山大。3倍长焦呢还是老样子，解析力还行，但是照片的观感一般，再加上锐化，色彩呢有些泛白。12S Ultra 的3倍呢会启用主摄加长焦的融合算法，中心解析力不错，但是边缘呢存在明显的拼接痕迹。3倍往上的5倍或者说10倍模式，14 Pro 这个小底3倍方案，相比12S Ultra 的大底5倍，无论是解析力还是色彩画质表现，差距呢都是挺明显的。总的来说，拍照环节14 Pro 相对于13 Pro 最大的提升呢，应该就是这个高像素2倍裁切模式。其他方面，无论是日常拍摄的动态范围、色彩、降噪、细节，又或者说常规城市夜景的灯箱高光压制，区别呢都不明显。如果说你追求的是拍照效果，那么现阶段国产旗舰显然是要比 iPhone 做得更加出色的。不过视频方面呢 ，iPhone 依然是很强同样是4K 60帧，14 Pro 的画面解析力要比12S 好不少，并且拍摄画面的动态范围也是一眼的差距。还有一点呢，就是 iPhone 的视频不仅仅是成片效果比较强，关键是预览画面的清晰度、流畅度、所见即所得方面都做得很好，还支持杜比世界的拍摄和回放。这次 iPhone 呢也加入了基于超广角的运动模式，类似于安卓旗舰上的超级防抖。小米12S Ultra 的超级防抖只支持 1080p 30帧，而 iPhone 14 Pro 的运动模式支持 2.8K 60帧，差距呢依然是挺明显的。所以就视频这一块来说iPhone 的表现又和拍照呢形成了明显反差，拍照被安卓旗舰 KO。视频呢，则是彻底 KO 安卓旗舰。
往年新 iPhone 发布，大家最关心的部分肯定是秒天秒地的 A 系列处理器，也是我们测试新 iPhone 的重点啊。但是今年这个 A16 表现呢，真的是没有太多可以说的，因为它相对于 A15，无论是日常使用还是游戏体验，基本是很难感知体验上的升级。跑分方面 ，A16 单核多核在1800加和5500加左右，相比去年 iPhone 13 Pro Max 上的 A15，单核提升约8%，多核提升了约12%左右。考虑到 A16 处理器大核频率呢要比 A15 更高，一个最高呢是3.23GHz，一个呢是3.45GHz啊。这一次架构层面上的提升啊，可以说是很小。而 GPU 方面甚至是一点都不挤了啊。GFX Bench 几个离屏渲染测试，性能几乎是和 A15 一样啊，3%左右的性能差距，估计呢也是靠 ARPDDR5 更大的内存带宽得到的。原神3.0虚拟地图测试 ，iPhone 14标准版20分钟游戏，平均呢是56.1帧，整机框呢是4.4瓦，屏幕呢没有降亮度。A16 处理器的 iPhone 14 Pro 平均帧率呢是56帧，整机框呢是4.5瓦，但是游戏9分钟，屏幕呢就强制降到了100尼特。大屏版本的14 Pro Max 其实呢也没有比14 Pro 好多少，平均帧率呢是57.2帧，整机框呢是4.8瓦，同样也是9分钟开始，屏幕强制降到了100尼特。游戏后半段都会出现明显的帧率上蹿下跳，在45帧和60帧之间来回波动，机身最高温度差不多都在48度左右。另外，可能是软件优化适配问题。目前两款 A16 的14 Pro 机型玩王者荣耀极致画质档为60帧，画面会间歇性出现一些小卡顿，而14标准版呢则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对于今年的 iPhone 14 Pro 系列来说 ，A16 处理器并没有带来更强的游戏体验，甚至还不如加强散热的标准版。所以理论上，接下来的14 Plus 应该会是 iPhone 版的游戏手机。续航方面，300尼特5G 加 WiFi 混合续航测试 ，iPhone 14的续航呢是6小时29分，14 Pro 的续航呢是5小时55分。14 Pro Max 的续航呢是7小时18分，14呢因为是6摄兹刷新率，电池容量也比 Pro 大些，续航表现依然不错。14 Pro 如果不开息屏显示呢也还行，但如果开了息屏显示，续航安全感呢就明显要差许多了。14 Pro Max 的续航呢依然很强，开启息屏显示，一天使用呢依然是妥妥无压力。快充速度方面，两台小屏版本的 iPhone 峰值快充功率呢依然是22瓦左右，大屏版本的14 Pro Max 峰值功率呢大概是26瓦左右。虽然说充电功率不高，但是充电时发热还是挺明显的。这点呢，应该也和 iPhone 迟迟不上电荷泵快充有关。传统降压转换热损耗呢会相对更大。实测15分钟快充电量呢分别是3.84瓦时、3.93瓦时、4.84瓦时，完全充满速度上比较感人。14和14 Pro 需要1小时27分钟，14 Pro Max 则需要1小时43分钟。这快充体验确实落后国产旗舰太多了。在今年的发布会上讲到14 Pro 系列的屏幕峰值亮度时，大米也是眼前一亮。好家伙，这屏幕峰值亮度都来到1600尼特了。HDR 视频亮度甚至可以达到2000尼特，这屏幕亮度也太强了吧！但实际上，经过我们这边的测试，苹果这个1600尼特峰值亮度是有触发条件限制的。通常我们测试屏幕峰值亮度呢是全屏白底画面，这个测试场景下，14 Pro 系列的屏幕亮度基本还是和去年13 Pro 系列一样，1000尼特左右啊。14标准版呢也和去年13系列一样，6个区块平均峰值亮度呢是834尼特。那么这个1600尼特峰值亮度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呢还是局部白底画面的激发亮度啊，大概就是这个白底画面比例下可以激发到1600尼特啊，甚至如果你继续缩小这个白色画面比例啊，它可以直接激发到2000尼特以上。而13 Pro 在相同测试场景下依然是1000尼特左右。不过呢，结合实际的使用场景实用性呢并不是太高，因为大多数 App 都是白底画面。日常户外使用的话，14 Pro 屏幕的最高激发亮度基本上也和13 Pro 是一样的。当然，在屏幕的通透度、色准、回接方面的表现呢，一如既往的优秀14 Pro 和14 Pro Max 平均Delta E 呢是0.69和0.71，回接偏离值呢都是0.9这是我们今年测试过机型里面最棒的。14的色准的表现也不错，但相对 Pro 呢会略差些。槽点呢还是和去年一样，都是全亮度低频 PWM 调光，对于频闪敏感的用户来说呢不太友好。那么又到了总结的时刻了 ，iPhone 14标准版纯挤牙膏这点大家应该都能看出来，等降价就完事了。但其实一轮深度体验下来之后14系列虽然说纸面参数有很多亮点，但实际体验下来之后，它相比13 Pro 系列其实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升级比如说全新的灵动岛设计确实能够让大家产生很强的新鲜感，但新鲜感一过之后，现阶段配套的功能并没有带来实际意义上的使用效率提升，远不如 iOS 增加一个左右侧滑手势来的有用。原本呢，大米以为这代相机相对13 Pro 系列应该会是一次质变但实际测试结果也就是多了一个高像素2倍裁切比较实用，其他方面的成像效果和1年前相比基本也是没啥变化，夜景成像呢还是不太行，画面该锐化还是会锐化。4800像素的 Pro RAW 解析力做得很不错，但是考虑到动辄60到80兆的尺寸，对于大多数普通用户来说除非你是真的需要用 iPhone 拍照干活，要不然实用性呢也是不高。视频拍摄方面的表现呢 ，iPhone 一如既往的优秀当然这里不仅仅说的是视频成片优秀，而是从拍摄界面预览、成片画质、防抖、HDR 视频实时回放等等，
一整套视频流程上的全面优秀。当然，说到视频，就不得不吐槽一下祖传的 USB 2.0 Lightning 接口了，它依然是影响 iPhone 成为视频拍摄生产力工具的尴尬环节。尤其是在 Windows 电脑上导视频数据不仅是慢，而且会随机性出错崩溃。不过呢，根据目前的爆料消息来看，苹果的下一代 iPhone 15 Pro 应该是有很大概率使用 USB-C 口的。A15 到 A16 牙膏式的升级，可以算是近5年来 A 系列处理器提升最小的一代了。虽然说对比安卓阵营的旗舰 SoC 依然有优势尤其是 CPU 部分的能效，比如说14 Pro Max 4323毫安时电池，实际续航依然是领先今年所有安卓旗舰的。但是呢，考虑到下一代8 Gen 2是基于台积电4纳米工艺再加上安卓旗舰的大电池和散热堆料，性能续航上的体验差距会被进一步缩小，甚至游戏体验有大概率呢被反超。新的屏幕宣传上来看，亮度强无敌，但是这个1600尼特出发的要求呢有点高，实际日常户外显示亮度14 Pro 基本也是和13 Pro 持平的。所以对于手持 iPhone 13 Pro 系列用户来说，看完今年14 Pro 系列的深度评测，内心应该是毫无波澜，我觉得完全没必要升级。当然了，手机行业发展到现在，其实各家呢都已经到了一个短暂的瓶颈期。A15 到 A16 的提升有限，其实也很大程度上受限于整个半导体行业的工艺技术发展瓶颈。以后旗舰 SoC 2年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升级提升，应该会是一个常态了。但是对于 iPhone 来说呢，其实硬件上能够提升的点还是有很多的，比如说组成的20瓦加快充。其实也不用你上60瓦换个40瓦的电荷泵方案那么快充体验肯定会有一个质变。再比如说机身的散热堆料，只要苹果肯堆一些 VC 均热板，那么征服手游端原神还是无压力的。还有一些就是老生常谈的 iOS 痛点功能改进了，但以上这些呢，这代 iPhone 依然是挤牙膏。按照今年的产品策略，明年 iPhone 15和15 Pro 的差距呢会被进一步拉大。比如说 iPhone 15 Pro 上搭载一个台积电3纳米的 A17， 标准版用 A16， 这 SoC 差距呢会比今年 A15 和 A16 差距大许多。另外，按照手机技术试验田 Apple Watch 的情况来看呢，不排除明年15系列还会有个各方面都对料的 iPhone 15 Ultra， 比如说上个5倍潜望式，上个高功率快充啥的。所以说13香没啥毛病，14等降价，14 Pro 呢就看你是刚需升级还是冲动型消费了。后者我觉得完全可以等待明年的15 Pro 系列。那么问题来了，看完以上全部评测，大家会购买今年的 iPhone 14系列吗？可以走一波弹幕，或者说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个赞、加个关注，这是我们继续更新视频的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Can be for I, okay, in the defense, do you like me? But we will keep everyone free.